上周小考中，新生的入曲为这场音乐征程注入全新的变量。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淘气。我们爱的难舍难分，爱的奋不顾身。唱的这些所有的歌，在我来看都是活儿。对你而言，有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叫做抄袭。杨老师，不要以你个人的想法来去绑架别人的好不好？马振涛，你道歉，刚才是人身攻击。认可这首歌获得的现场共鸣值是152。我觉得凤瑶她每一首歌绝对都可以妥妥的抓住这个我们这种老男人的心。我觉得我们要讨论一个事情，就是油。你今天这个油让我非常非常不开心。今晚有歌将继续迎来视听盛宴，续写音乐人们成长的下一章。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卫视大型音乐竞演节目《有歌》第2季。本节目由东阳光耀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沈涛。特别感谢东阳光耀在这一季的温暖同行，为每个平凡的日子注入不平凡的旋律，为健康做好药。东阳光耀和有歌一起为健康护航，让万物有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向瑞贤、郁可唯。有请音乐人向瑞贤助阵嘉宾郁可唯带来新歌《Dear D》。可唯老师，你对于这首歌，初印象是什么呢？你第一次听到有？我就是觉得很上口。是的，是的。然后多刷到几次就很上头。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淘气。我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他这首歌的，我就觉得特别暖，特别治愈。我们在早年间也听到过很多类似像这样简单表达爱意和表达情绪的歌曲，所以就是突然听到一首这样的歌，就是还觉得很暖。可唯老师，那你觉得，我这首歌曲如果是作为双人演绎的话，需要有什么调整，更适配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最终呈现呢？我是觉得，如果是2个人唱的话，就是唱给彼此的。我自己认为是我在对你唱，你也在对我唱。好。对，所以就是会觉得像是女性在不同年龄段的对话，是不是？对对对。不够松弛，我感觉我自己。没事，多唱几遍。还是要适应一下这个场。最开始还是蛮紧张的，因为刚到那个陌生的场地、陌生的舞台，然后陌生的一个环境吧，这个压力还是有点大，因为大家都是很多作品的前辈。没有啊，你这个歌很火呀。但是我只有这就是算是我第一首嘛。你第一首就已经有这样的成绩了，真的吗？对，你要就是觉得自己很棒，你要有自信。后面可唯老师给了我特别大的鼓励，我真的很感谢他。我现在的状态就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满满的自信，又要有一个神级舞台的出现了，等着。想起初次见面，你害羞侧脸，不敢看我双眼，只是把头点点，无止境的聊天，忘记了时间，约好下次地点，你没给我一切，是不是为了有点悬念，让我再梦你一遍？哦，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淘气。亲爱的，再靠近，接住我所有情绪。亲爱的，在乎你，藏着一些怪脾气。亲爱的，没关系，
想好想在一起。并肩走过街边，路灯映侧脸，看你的手有限，能否借我牵牵？每当红灯浮现，就多一秒眷恋，想按下暂停键，停留在这瞬间，是不是为了一个吻别，所以怕我梦里面？我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淘气。我亲爱的，再靠近，接住我所有情绪。我亲爱的，在乎你，藏着一些怪脾气。我亲爱的，没关系，细水长流也可。我亲爱的，要抱紧，用尽全身的力气。亲爱的，小秘密，属于我们的属于。亲爱的，别怀疑，在我心中你的。亲爱的，好好的，永远永远在一起。谢谢二位的演唱，各位，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请按下1号键，请选择。选择结束啊，让我们来聊一聊这首歌，说说啊，来到这么大一个舞台，然后和可唯合作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唯美的呈现，感觉怎么样？很开心哎，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录这个音综，然后跟可唯老师一起合作，就像定心丸一样，然后最后这个别紧张，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这是他第一次录综艺，对，然后他就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啊，还紧张着呢。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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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棒，很棒很棒。哎呀，哭了，哭了，好听的，好听的。你们听过这首歌吗？对，大家都听过，棒棒的，棒棒的。没事。问问可唯，像他这样的情绪，比如说在你们前期的排练，流露出来过吗？没有，但是就是他会告诉我，他其实压力蛮大的。压力很大。他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舞台，唱自己创作的歌曲。我想哭的。没有，就是很好很好，这是你真实的情感的流露，很棒。对。此时此刻，你的眼泪是来源于一种紧张、激动，还是一种被看见之后的情感表达？是幸福的眼泪。幸福的眼泪。很棒。因为我当时彩排的时候，我有跟可唯老师说过，就蛮有压力的。然后，但是当时可唯老师就有鼓励我，我当时就很想哭。但是现在就是呈现出来了，我觉得可以哭一下了。你是快乐小狗。是的，我快乐。你是快乐小狗。哎呀，好丢脸啊，好丢脸！我的荧幕出泪就也给了这个有歌舞台。出泪。你知道吗？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然后在整个唱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变年轻了。我觉得这是会被她的那个幸福所感染。这首歌其实不光观众听过，我跟你说，很多现场的音乐人都听过你这首歌，包括他们甚至都会唱你这首歌。真的吗？我随便点一个。真的。白小白会不会唱？哇，妹妹。Hello， 哥哥。不要哭啦，憋回去。
哦，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淘气。亲爱的，再靠近，接住我所有情绪。亲爱的，在乎你，藏着一些怪脾气。哦，亲爱的，没关系，好想在一起。哇哦！导演组，我现在换搭子还来不来得及？啊，我想申请换一个。哇，原来你是这样的白小白啊！这都不是亲爱的，这是欠揍的。就是你们终于发现他欠揍了，好吧？这是小白一种快乐的呈现方式，他就是想让你再轻松一点，想让我开心一点。对对，开心一点啊！开心了，开心了。我挺喜欢他们俩人，因为他们俩人的音色啊很搭，他们的频率听上去很舒服，像两把小提琴，啊，抒情小提琴啊，然后再合奏，就听完了心旷神怡的感觉，这不像他唱完了就听完了想心堵得慌。我很喜欢这个舞台，我还是要鼓励贤贤，就是说，真的好好把握现在这个年轻而且又有各种非常旺盛的创作力的这个时间，这个是一个创作人最重要的一个特质。而且郁可唯，不要再说你自己老了，我跟你讲，就是你的声音一直都有非常青春、非常年轻小女生的这个特质，所以不许说老。OK。看看行业团各位老师哈，对于你们这个合作舞台，在这首歌当中，就是青春啊，这么的美好，你看都还可以出泪。我在有歌这个节目里面这样了，还没有老泪纵横过呢。我觉得我应该是失去了这个能力吧，这就是长大带给我们的。郁可唯，我没看出她比她大多少，我觉得他们是同龄人。谢谢。我觉得这个是释放出来的一种能力，所以让我们觉得他们非常的相称，这个表演很完整。谢谢老师。来了。什么来了？帅气的梁老师他还是来了是吧？终究还是来了。来，首先我要告诉你个结果，行业团的所有老师都投票了。真的吗？对。我不许哭啊！不哭了。不哭了，这是你第一个音综舞台，很紧张，但是我觉得第一次总要经历。不要有那么大的包袱，因为我们在未来，尤其是华语乐坛，是缺乏优秀的年轻的创作者的。因为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很正向的、很细节的小东西，这些小东西可能在19岁的时候特别多，然后过几年以后，你可能就会像我跟影子老师一样，失去了在舞台上哭的能力。在现在能写的这个阶段，尽量的去多写。可唯其实很好的帮助你把这首歌这些你不足的部分承接好了。可唯的表现，我觉得是值得你学习的。谢谢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的共鸣值。这首歌曲最终获得的现场共鸣值是251共鸣值。目前暂列第1位。哎呀，如释重负，又要哭了，怎么办？你是我，到时候化妆师老师给看看这个脸，不可以，忍住。之前有参加过很多选秀，然后面试的机会，就是没有被选中吧。就没想到第一次录制就来到有歌，感觉这个机会对我来说特别不容易。你很棒，真的很棒。当时我特别想拥抱一下可唯老师，就觉得很温暖。然后这么厉害的姐妹老师愿意跟我一起唱我的歌，就感觉很幸福，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录制。然后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舞台。这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初亮相，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好舞台的，相信我。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音乐人 Paul Berry 和助阵嘉宾张信哲带来合作舞台。
咱们的方向是用我的歌还是用您的歌好一点？当然还是以你为主啊，因为是你的舞台。但是不，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烫嘴的歌手嘛，所以我已经想好了，我已经听好你的歌，我就想说好，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唱你的，我唱我的。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那个融合点。哥，我给你听一下我别的歌。好，因为我经常的歌都是这样的。你发收我会。平常的歌都是这样的。或者也可以，如果你有什么您的歌曲的选择的话，你也可以跟我说。我的歌曲啊，我的歌你都熟吗？我妈小时候经常给我唱《信仰》啊，信仰我是最熟的。真的吗？对。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可以试着就是把《信仰》做一个 remix 版本，我看一下能不能让这个经典呈现的比较年轻一点。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我也觉得我也蛮有自信的。真的吗？您意下如何？还是你是计划很久了吧？这个阴谋已经没有，真的吗？没有，心里一直就有过这样的幻想吧，跟老前辈一块唱最经典的华语歌，就是一直没敢提嘛。主要是捕捉到了哲哥听我那些歌就是有点犯难那个情绪之后，我就壮着胆子问了一下，还没想到人家还真同意了。我觉得 OK 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就是说它会让这个歌有不同的时代意义跟它的生命。如果你决定要做这个歌的话，最大的这个挑战就是你要怎么在大家熟悉的这个状态之下，让这个歌有一个新的感觉，但是呢又不会让大家觉得它完全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东西。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而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月光照在我脸上，泪水敲湿我的肩膀，你的声音逐渐变小，目送你的车开离街道，我们同时穿梭在不同的世界 ，Time goes by。要告诉你还是等待呢，张开的嘴我不敢说爱，可是我又深陷在矛盾的漩涡。这电话我最后没拨打，我从来就没有被选过，那剩下的故事让沉默来说吧。我好像又听到你名字，我喝的酒好像太多了，我只能在歌里面唱出来下一句话，明明早就该说的。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
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忠于自己，忠于爱情的信仰。我想要吞下暂停时间的胶囊，是来自灵魂，来自生命的力量。你是温暖的光，是我生活的骄阳。在遥远的地方，你是否一样听见我的呼喊？听见我的呼喊。爱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爱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谢谢二位的合作舞台。如果喜欢这个舞台合作的话，按下1号键，请选择。我在舞台旁边看，我一直觉得这个舞台真的好神奇。原来的信仰是发表在2000年，距离我出生还有7年。今天有一位纯正的00后，在这个舞台上拿着他对于这首歌浓浓的敬意，和哲哥一起把这首传唱了整整25年多的信仰，再次进行了一次改编和整合，一首全新的作品就这样出现了。说说你们的想法，特别是你这个年轻人。哥，我说我听这个歌长大的应该没事吧，应该不过分。我是真的就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其实这次来有歌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帮我妈追个星。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很害怕，就是大家觉得我毁原创啊，或者不喜欢这首歌。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歌曲有点毁掉这首经典的话，我先道个歉。其他。但是还是很荣幸能跟哲哥站在一个台上，然后唱这么一首这么经典的歌。不管结果怎么样，我真的已经满意了，我太开心了。回去可太能和老妈交代了。没有，在昨天小考间的时候，就是我已经让我妈跟哲哥打上视频了。嗨，哲哥你好。他妈你好。对他从一来就一直在帮你追星。哎呀，太棒了！你都能和我的偶像合作了，杨博仁，你太厉害了。Berry 妈说她出席了，因为跟我合唱，合着都出席啊。哲哥这次合作感觉怎么样？其实我有点意外了。他提出来一个要改编信仰这样子一个概念，我就想说啊，这个小孩也胆子太大了吧？就是我说他是鬼才啦，我觉得真的就是只有他这样子的没有褶皱的脑袋。可以想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另外一个经典的一个方式，让这个歌能够不断的再创造他自己的新生命。这个真的是我的荣幸，然后也很感谢哲哥给我这么一次致敬他的这个机会。然后大家给点声音给哲哥好吗？最大的尖叫声给他。谢谢。哲哥爱别人了。哎，怎么我跟你讲，我第一个选你的，你别忘了哦。我非常嫉妒 Berry 他唱信仰，天哪！你是怎么说服哲哥？我胆子够大，我敢问。我是超级爱哲哥的，我敢说，现场所有人除了铁粉以外，我应该是最爱的。哲哥很多的歌我都会唱，直觉、习惯寂寞，我最爱的女人。过火。过火这太初级了。别怕我伤心。别怕我伤心太初级了，别让情两难。
背叛 My Memory， 爱你的宿命，白月光，直觉，多心，很多歌我都会唱。阿哲老师是我会最多作品的华语歌手。哇！从小真的影响我非常大的音乐人，大家可能觉得我是唱摇滚的，就是因为我从小做不到哲哥的嗓音，所以我对哲哥是特别崇拜。然后我特别羡慕 Barry， 真的特别羡慕。这样啊，我呢也一碗水端平一点。台上的各位，谁想唱哲哥的歌的，尽情的举手，我看看。这么多弦子，先来，我们一个一个来。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行业团的各位老师，对于这个舞台，你们怎么看？想说哲哥就是请收下我的膝盖，但是我感觉这样不太雅，就请收下我的鞠躬。这首歌跨越了25年，然后让我们感知到了两代人跨越时间的理解、融合、走近。所以我觉得这个好的音乐的力量是能够跨越时间和岁月，它在另外一个时代会焕发出一个新的力量感。谢谢老师。我觉得这个舞台啊，对其他的新生乐人不公平，对吧？大家都唱自己原唱歌，然后你搞了个哲哥的歌，然后最后你说让大家怎么不投票？对吧？我还怎么锐评？来之前我就跟哲哥说了，就是你要锐评我的话，我就挡你，就帮我挡，我躲你后面。但是改这个歌不容易啊，就是敢改，我觉得是有胆识的。这些符号性的东西本身在大家的印象中已经不是音乐了，它已经是一段时间、一段精神了。想去改这样的东西，还改出特色，我觉得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 ，Barry 的改编还是很成功的。谢谢老师。信仰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间奏啊，但是其实 Barry 的说唱在我来看是后面那段副歌的一段预副歌。这个预副歌的说唱的情绪的递进水平，其实并不得比那段经典的间奏差。呀，这个评价有点太高了吧？对，非常好。这特别感谢哲哥，真的特别感谢哲哥。这首歌获得的共鸣值是271共鸣值，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再次把掌声送给 Top Barry， 送给张信哲。马上有请下一组，马建涛和他的助阵嘉宾。假如你厌倦了别离，我等着你的归期。假如生命中没有了你，我的心情不会美丽。假如这世界没有你，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假如有一天又见到了你，幸福的会把眼来滴。假如你爱情不如意，我该不该靠近你？假如你生活不如意，欢迎回到我这里。假如这世界没有你，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假如有一天又见到了你，幸福的会把眼来滴。假如你爱情不如意，我该不该靠近你？假如你生活不如意，欢迎回到我这里，欢迎回到我这里。Years ago, I took your hand. Wow. From that day, we faced a storm as one. Oh. When rain fell, I held the umbrella close. When clothes were torn, you stitched them back with love. 一转眼就过了许多年，我的脸布满了沧桑，你的眼被皱纹写满，你的美依然在我心间。In the blink of time, so many years have passed. My eyes now carry traces of the past. Your eyes are written with gentle lines. Yet your beauty live and changing in my heart. 丈夫，你的手到永久，相约今生会一起走，今生我们还没爱够。And then hold your hand as time keeps flowing on. Don't cry, I'm here, still And then one day you can no longer walk. We'll meet again, hand in hand.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见。太炸了，这个！谢谢二位的合作舞台。如果你喜欢这个舞台的话，按下1号键，各位请选择。选择结束。这样，在跟二位聊这首歌之前，先揭晓这个谜底：为什么这期到目前为止普遍的票数基本就是200上下浮动？是因为影子老师要参与这次舞台的合作呈现，所以他全程是没有参与任何一次投票的。先说说影子老师这次为什么突然就亲自下场了？节目组安排的。哎，觉得这次合作这样的一首歌啊，2位的感觉怎么样？首先我觉得《搀扶》是一首
非常优美的歌。你知道我这个人听过的歌曲不多，我在这个舞台上以不认识人、没听过歌而著称。可是搀扶恰恰是我听过的歌曲。我在刚刚过去的重阳节，在我去慰问演出的一个敬老院，听到老人们在唱这首歌。对，其实那个搀扶被改成这个编曲以后啊，我是根本就想不到我的搀扶可以被做得如此的高雅。假如做一个比喻吧，姐的她的音乐她的风格就像西餐里的牛排，那么我的音乐风格呢，就像烧烤摊的烤红薯。就是说，她能把我的这个烤红薯的音乐风格变成这个西餐的牛排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棒，特别的意外，也特别的喜欢这种感觉。所以说，还是谢谢姐。我想问问小白，刚才影子老师唱的时候，他那部分的歌词儿听明白没有？这是我见过最开心的舞台，我从来没听过影子老师唱歌，他唱的真的好。虽然说我听不懂，但是好。我觉得看完影子老师这个舞台之后，我觉得您可以把评论区打开了啊！哇，我觉得那舞台设计特别好，因为这个马金涛老师在前边，然后影子老师在后边，好像要吃他一样，就是。啊，谢谢。我有一点舞台的设计呢，我是不能够太靠前，因为我高，所以呢，我要稍微这个退后一点。从视觉从这个角度看过来呢，我们是平衡的。我以为你要从哪儿下口呢？您教两句小白您的那种唱法，让他现场试试好不好？Years ago years ago I took your hand. I took your hand. And from that day, honey. 蛮好的。我讲的闹挺。凤瑶平时也是被影子老师点评相对比较多的一位音乐人了啊。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我得站起来说。我觉得我今天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张力。张力其实在我看来，在从这个舞台上能够学习到的，其实就是一种背后袭击的感觉。我觉得影子老师今天做到了一点，就是成功的把这首歌从中国的敬老院带到了国际敬老院。我出道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这是我目前听过最先锋的音乐了。对，就是上一次听这样类型的音乐，应该在 AI 视频里。对。我想过这个节目好听好看，我没想过这节目这么好笑啊。欢子喜欢这首歌吗？影子老师。你唱歌比说话好听太多了，建议你留在上面别下来了。我还真蛮喜欢这里的 view， 你看从这个 view 看上去，每个人都比在那个位置上要好看很多，梁老师的脸也小很多。我跟你们讲一下我从头到尾的心路历程吧，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我小考听过马老师唱这个歌。我一直在心里想，这个歌就是，怎么演绎呢？前面都 OK， 前面都非常的完美，就直到那个我看到他身后那个影子老师的那个影子立在那儿的时候，像一尊那个不可被侵犯的雕塑一样，就立在那里。就是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油然升起了一股对未知的迷茫。光打在影子老师身上那一刻，影子老师开口那一刻，我就感觉就是我的大脑的所有的褶皱就一下被抚平了。就是我感觉我的人字拖一下就变成了高档的皮鞋，然后我觉得也 OK，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的心路历程应该就结束了吧。好，他们开始中文和英文一起唱。我说我感觉我被一辆大卡车撞飞了，你知道吗？ Dear Barry， 谢谢你，
你知道我们人类的智商是来自于大脑皮层的褶皱，我们还喜欢那个聪明的、智慧的你，赶紧再褶上。我可能是唯一听过这首歌彩排的，我当天晚上回去梦见这首歌了，就很难有词汇来形容这首歌，对吗？这歌啊，我觉得歌名不应该叫搀扶，这歌我听下来像埋伏。埋伏。我第一次看一个表演，看出了小品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而且都带着字幕的。就是某一天清晨，一只狮子醒来，他看到他的前面有一块牛排，然后呢，他就一直冲着那块牛排，偷偷的就跑过去，要把这块牛排要纳入囊中。然后呢，最后他看到这块牛排了，牛排呢跟他两人进行了一番对话。最后呢，你们俩的对话就变成，你本来以为它是块牛排，然后他用外语告诉你我是个红薯。然后呢，狮子呢就说我不吃素，所以就算了。所以最后这个小马是用外语打败了狮子，就是这个是一个故事情节，你知道吗？我确实没发现文杰你还有这种文学能力。对，在我们看，其实这个东西已经超越语言能形容了。但是可能从某一些哲学的思辨的角度去思考一下的话，它还是很深刻的。如果真的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这个舞台，这个舞台可能进入了一个崇高美学研究的范围了。对，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震撼的感觉，就是已经超越我们觉得美丽、动听 （beauty） 这样的感觉了，对吧？已经上升到了 sublime， 对吧？这崇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一直在听尹子老师说音乐剧的这个，音乐剧的那个。虽然今天的舞台是一个那个预算很低的音乐剧舞台，但是我觉得尹子老师的声音其实就值万金了。他就是很清楚的用他的声音告诉我们，一个好的音乐剧的歌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合作跟表演，你有无限的想不到的东西。对，就是一层一层、一波一波，就是完全出乎你的听音乐习惯的预料之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嗨的都炸裂了？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一层一层的意想不到，让你真的脑子来不及反应。所以这个表演应该是我们这个有根舞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吧。谢谢。对，谢谢哲哥。接下来了解一下这首歌现场获得的共鸣值。这首歌曲获得的共鸣值是246共鸣值，暂时排在第3位。再次把掌声送给这样的一个令人永远期待着的舞台合作。接下来有请到的音乐人是陈卓璇、弦子。这一次就选择了一首完全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拿自己的原创出来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歌我觉得是他非常内心的故事，能把自己非常内心的故事拿到这个舞台上来展示，也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之前毕竟是参与创作，不完全是自己的词曲，那这一次就完全是自己的孩子了，谁说他不好都不行。哄我安睡的那座岛屿，有一个不会离开的你，梦里果真是有咸甜的空气，和你一起把我环抱在怀里。后来海边不免有潮汐，会卷走你温柔的回忆，
昨天你做的那张白色餐椅，今天怎么又擦不完的泪滴？原来交接是关上门的声音，那一声就把一切锁成曾经，还没来得及扔掉你印下的背影。若不把自己叫醒，是否就没有别离？醒来的世界满是疮痍，我想不如在你的废墟定居，是不是太过惊喜，会弄掉某种东西？若这是也许的唯一咒语，可能不如就在谎言中栖息。最后从你瞳孔的倒影，打扰我一遍新的躯体，看那掌心的纹路满是断句，梦就在梦里潮汐归于潮汐，就让那扇门关掉你的声音，用那一声把一切锁成曾经，可我来不及扔掉你的所有背影。若不把自己叫醒，是否就没有别离？醒来的世界满是疮痍，我想不如在你的废墟定居，是不是太过清醒，会弄掉某种东西？若这是也许的唯一咒语，可能不如就在谎言中栖息。你走后，我仍有些迟疑，翻看证明你清白痕迹，翻到最后的最后是坏消息。谢谢二位的合作演唱。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按下1号键。各位请选择。选择结束，二位先说说这次合作的感觉吧。谢谢卓璇的邀请，我拿到这个歌只是前天。对，然后这个编曲其实我们非常的赶，对，然后这个作品非常的特别，
对，这首歌也是我第一首拿到有歌舞台上的原创作品，纯词曲，然后也希望可以听到老师们真正的中肯的评价。非常好的一个作品，来自于生活，然后写的一个生活的细节，很多遣词也是很到位的。比如说，最后你走后，我仍有些迟疑，翻看证明你清白的痕迹。我们可能在恋爱中经常听到朋友之间的很多分手的吐槽，都是通过翻看痕迹这件事情获得的。你的演绎在这一块，在结尾这一块也是超越音乐的表达。这个歌就是唱得很疼。我们今天在流行乐里面听到很多虚假的疼痛，但是这个歌里面的疼痛在今天演绎的版本里面是真实的，非常好。我们都投票了。谢谢老师。我想对卓贤说，陈卓贤你辛苦了啊，因为我场外一下。他坚持了很久啊，我刚刚看他都快晕倒了，他已经胃疼2天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提这个事情？我前脚我才从他那里走，他第2天我是从别人嘴里面听到他去医院了，然后我给他发消息说你去医院了？问号，他说哈哈哈哈哈。然后我追问，他还是照样跟我聊着我话题上的天，直到。他的回复总让我觉得，我跟他嘘寒问暖2句，我都是矫情。我希望你不要再那么的把自己去这样包裹起来啊。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刚刚那首歌我有相当大的连接感。然后回到歌曲上，卓璇，刚刚那首歌是我听过你有歌以来唱的最好的一次啊，能在胃疼的情况下唱的超出你以前所有的。我是共情到了的，谢谢。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歌现场获得了多少的共鸣值。这首歌获得的共鸣值是240共鸣值，位列第4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高睿、周震南，带来新歌《反派》。这一次我和周震南老师带来的这首歌叫《反派》。歌如其名，听起来坏坏的，绝对是区别于我之前的一些舞台的曲风。这个节目一直在压抑你吗？我为什么要我安的反派？也没有啦，他其实讲的是现在的年轻人，自己也有叛逆的一面，面对父母啊，面对领导啊，平时会比较沉着一点，压着一点，然后但是到了自己的空间、时间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的释放自己。明白。这个歌我是觉得它比较符合我的表达体系吧，就可能还是冲一点的，就是有一丢丢攻击性的，就是。可能是对那种就是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的人的那种 don't care 吧。我觉得可能加一段 rap 会让这个歌更直白一点。对于我来说，一个是说唱是我的一种在音乐里的一个表达形式比较习惯的，二个是我觉得它需要一个更有锐度的去把这个主题给掀开，给直接讲出来的一个段落，这样大家会明白哦，反派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唱跳真的是第一次，是我人生中第1个唱跳舞台。帅帅的曲风、帅帅的歌曲的唱跳，一直是我想要尝试的。而且我个人，我非常喜欢跳舞。有了南哥的加持，咱这个舞台能不美都难。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微图天赐冻龄 CP， 让我们共同见证闪耀时刻。我吃着棒棒糖，眼睛放着光。你笔挺的西装像优雅的狼。白天我
我是妈妈的天使，夜幕降临，迫不及待去疗愈。妈妈说过不让我和妖怪玩 ，Sorry 走到这个有点难。1岁都没有眼角，和你吃的累吧。我正假装猎物，等你到来朝我的坦白。On 的反派 ，On 的妖怪 ，Try me and there's no going back。有的主宰，有的愉快。Test me and reach your final night。妈妈说过不让我和妖怪玩。Sorry 走到这个有点难，1岁都没有眼角，和你吃的累吧。我正假装猎物，等你到来朝我的坦白。Till the moon and pay for one last round. Shadows on the baseline, mirrors on the ground. Let's dance, baby, till the sun drops. I'm the vampire, I'm the 妖怪。Try me and there's no going back. 有的主宰，有的愉快。Test me and make you find a Test me and meet your final night. Test me and meet your final night. How do you judge everything? Tell me truth or fake? Where should I find the honest to everything you say? Heard of trouble and I only got is free. 看看这些画皮装能大意了压抑内心，我记得追。看你的嘴，张牙舞爪，吃上丑的嘴。为了去填饱你的胃，一直戴上了面具的傀儡。两个人慢慢为奴为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 what you say。在我面前光你的嘴，你有最好夹紧你的胃。Nobody can stop me, no one can stop me. Come on out, call me, Go ahead 演下去，看你只是那么在这边过去，因为随便的字句，晚上能改变我们的思绪。谁知道你显得落后，中小的本来有差距。帅了，帅了，帅了！现场的各位，如果喜欢这首歌，请做出你的选择来，开始。选择结束，两个人合作起来感觉怎么样？因为你们都是非常有个性的年轻人，有态度的年轻人。合作起来非常有态度。很顺利。是的，是的，是的，因为高瑞老师还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对音乐还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一位老师，对对，所以互相学习。哎，谢谢谢谢。这首歌和你之前在有歌舞台上的风格区别是非常大的。我想问你，拿出这首歌的原因是过往那几首歌的市场反馈度并不尽如人意，所以你做出了很大的转变吗？你怎么这样啊？直接一点嘛！你好坏呀！直接一点嘛！其实也不是说专门为了这个吧，一直以来，也就是希望可能下一个会不会更好、更好、更好。对，我觉得还是当下舞台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唱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哈，在我们观战席一角有4位穿着艳丽的青少年，在你们演唱的时候，他们的动作非常的统一。被帅惨了，帅飞了，整个跟律动起来了，因为一开场那个有那个 R 的N 的时候，我们仨就鸡皮疙瘩就一身。如果现在可以捡起来的话，那掉满地了。接下来问一下行业团各位老师对于这首歌的见解。这歌我可太喜欢了。谢谢，我终于。但是我没有投票啊。哎。为什么不投票？很疑惑。
其实我在这个位置啊，我是代表就是市场，我认为这歌火不了。为什么？这首歌我其实个人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一首我目前为止在这个舞台上看到的最高级的一首歌。有些歌的使命啊，不是用来火的，是告诉别人我是这个 level。我当然理解您的视角是站在市场，但是其实您作为今天这个听众的一员，您已经表达您的喜欢，但是有没有可能就因为我少了您这一票，才会让这一首歌可能走向更远呢？就是您不能代表市场，您代表不了。市场的喜欢是一票一票、一个赞一个赞起来的，我觉得少不了您。就是如果，但是今天您说你喜欢，我很开心。我帮天宇回这句话吧，我觉得可能我回答更好。这句话，我们的行业经验说这首歌可能不会火，这个事儿可能是一个在市场上给你的警告。我们失手过没失手过，天宇也失手过，但是我们能坐在这个位置，一定是因为90%的时候我们得手了。嗯，明白。我觉得我们这个位置啊，一定是要有我们这个位置的立场。我投了这一票，但是我非常同意天宇说的，这歌火不了。我说的可能更严重一点，这歌没戏。但是我想问你，高瑞，你想歌火还是人火？我都要。高瑞，这是你第一次在台上，让我觉得你有点明星范儿。哦。以前就像个学生一样，我觉得你没有气场。对，你第一次有了一点明星范儿，在这个台上。对，是这样的感觉。包括你敢在台上说我都要，这些东西其实在我来看都是很重要的东西。你记得我们聊过一个问题吗？我说你模仿单依纯，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啊，他站在那儿的时候，他是个明星。你今天站在这儿的时候，你是明星，你今天这个舞他跳不出来，那你就是高瑞，他就是单依纯。谢谢。接下来来看一下这首歌获得的现场共鸣值。这首歌获得的现场共鸣值是208共鸣值，在目前已经演唱完的合作舞台当中，暂时排在第5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欧阳弟弟、陆卓、何浩南、王一恒。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有歌，欢迎。今天我们算来做客了。是的，是的。然后这次很开心可以邀请到3位老师。哇，我们也超级开心。谢谢。对，什么歌呢？就是一首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年轻人一起唱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叫做《恋爱前的心理活动》。哦。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这首歌的名叫《恋爱前的心理活动》，少女心是会有很多小小的泡泡在你身边，比如说幻想跟这个男生养一只猫咪，然后呢跟这个人去看个电影，或者是跟这个人唱歌，心动的感觉，就这种感觉。可能我觉得你们也是属于不同类型的年轻的男生的一种代表性吧。哇，什么类型？对，什么类型？非常活泼，非常活泼，然后就是不会把话掉在地上的人。哇，分析好到位，准确。害羞的 rapper 会把心里的活动都写进歌词里。哇，分析太到位了，脸红了。
哪一个在学校里面会喜欢的那种帅学长？哇！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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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都会喜欢的。门在那儿，走，对啊！不是，好不容易来一次有歌。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像回到学校的那种跟同学们在一起玩，一起讨论一个舞台，希望能怎么呈现的一种感觉。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可以认识这3位老师，陪我一起完成这个舞台。就都是年轻人嘛，然后大家就是想法很统一，其实在玩的状态下，然后把它细细的排，对，一遍遍来，因为还是希望能够带来一个好的舞台。加油冲，努力 ，Go Go Go！为健康护航，让万物有歌。有歌携手国民品牌东阳光药，珍藏每一段心声。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周震南为我们抽取本期话题，并送出健康寄语。我的节后重启方式是先调整作息，找回身体的节奏。愿你也能从规律的生活开始，为新的一年积攒健康的能量。在谈论许多分析，反正说到底想和你多点话题。那天约会的电影忘记了剧情，脑海里怎么办？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低头的侧影，淡淡的香气让我忍不住靠近，心里的狠心，轨迹围绕你，爱自转永不会停。我要如何让你说愿意？我的心毫无保留给你，慢慢拉近的距离，藏不住心跳声音。深呼吸没问题，1秒都别犹豫。我听着最爱的 CD，怎么办？我整个下午都在想你 ，baby。脑海中开始出现了剧情，对你慢着不过牵着你就知道星星亮着眼。我想和你一起养只猫咪，窗外整个小雨我沙发里，也躺在我怀里聊聊心情。当你安静睡去，轻轻吻你眼睛。不需要刻意的设计，跟着心就能达到浪漫目的地。反复回想那天你的笑意，原来是思念它让人变得清醒。也许今天的风有些心悸，我只想要收到你的讯息。你脑海里的思绪太过拥挤，藏不住的秘密想要和你。我要如何让你说愿意？我的心毫无保留给你，慢慢靠近的距离，藏不住心跳声音。深呼吸没问题，1秒都别犹豫。谈论起天气，再谈论星座分析，反正说到底想和你多点话题。那天约会的电影忘记了剧情，脑海里怎么办？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低头的侧影，淡淡的香气让我忍不住靠近，心里的狠心，轨迹围绕你，爱自转永不会停。我要如何让你说愿意？我的心毫无保留给你，慢慢靠近的距离，藏不住心跳声音。深呼吸没问题，1秒都别犹豫。我要如何让你说愿意？我的心毫无保留给你，慢慢靠近的距离，藏不住心跳声音。深呼吸没问题，1秒都别犹豫。我要如何让你说愿意？我的心
谢4位的演唱，各位喜欢这首歌的话，按下1号键，请选择。手抖起来呀！谢谢。谢谢。选择时间到，弟弟先说说吧，和3位弟弟的合作。我觉得有满满的安全感啊，因为人多力量大，对我来说，所以感觉我们一拍即合，就是可能因为年纪很相近，所以在排练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唠得比较开心一点，对。 3位弟弟呢？对，就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感觉很多想法就不谋而合。对我们见面的时候完全没有那种尴尬感，因为我们4个人都是艺人。对，一见面说哎你好你好你好就聊热闹得不得了，啊热闹不得了，排练厅都炸了。是的，马上那镜子都被我们震碎了都。是，听听大家喜不喜欢这首歌，好吧？好，可以。 前奏一出来，我就已经被带到这个甜甜的粉红泡泡里面了。然后弟弟姐姐的声线真的很甜很甜，跟另外3个晴天哥哥们就像白米饭一样，感觉3个声线都很搭。谢谢。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称呼叫晴天哥哥们。 我们也是第一次，我们也第一次，我也第一次听到。对，去哪儿都是最小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弟弟。但听着好像还蛮酥酥的哈，有点。晴天哥哥们，因为刚刚我们好像在后台听说他大2是吗？大2，对，确实你是哥哥。接下来来听一下行业团各位老师对于这个舞台的感受。我没投票，弟弟作为一个音乐人。 在这个舞台的表现肯定是立不住的，不少的失误，然后舞台的表现、张力这些东西都有了，就差音乐了，其他都齐了。所有从偶像团体走出来的艺人，天生带这种客气。就比如说我在跟你讲你的舞台的问题，如果你认同我说老师说的对啊，我会努力。1次。 2次，有歌这一季叫成长季，5个大舞台，5次小考，10个舞台，下一次还会见证这样的成长吗？很少的。你真正在这条路上走，真的是很艰难。弟弟，我说的直接一点，以你的天赋，你需要别人100倍的努力。 你才配得上歌手这2个字儿。我觉得我挺有天赋的，所以我也不懂这个意思是说我没天赋。对，我现在告诉你，你要认知到，比如说你唱歌的声乐技能，在我看几乎为0，没有。在我看，就在用白嗓唱歌。你今天。 所能够在舞台上所展现的声乐技巧，在我看叫临时抱佛脚，就是我今天要演出了，可能有一个人来指导我，我来把这个事儿给干了。时间很短暂，我能这样能说我能做到的，只能是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对，来去把我认为可以唱好的歌唱好。也许一段时间你都可以去离开音综的舞台，我们希望在看到你在唱歌的时候。 真的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们不想用拔苗助长这个词来形容你，但是你的身上真的很客观地表现了什么叫拔苗助长。我希望你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可能是你和你团队都需要认识到的问题。临时抱佛脚只能让一个舞台到60分，但是60分的舞台随着这个综艺过去，它就会被遗忘。 那我可能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得先把我自己做好，我才能去管大众对我的看法。如果我自己都没有过自己这一关的话，我觉得别人说什么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对，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希望你未来能够在很长时间的路里面去真的扎实自己的音乐技术。那这是最重要的，这是肯定的。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很多倍的努力。但我觉得珍惜每一次机会是我可以做的，努力每一次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是我可以做的。不过鱼儿哥每次跟我说的话，其实我都记着。那希望那个音综先别找我啊，不然我就不小心要接了啊，对不好意思啊。你到时候准备好一个词条，欧阳弟弟在有歌舞台拒绝后
后续音综邀请。没有，这有点太夸张。不是，那不是元哥说我没准备好吗？那我不敢吗？那没有了，邀请了我还是会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在过程中不断挑战自我。练习视力练100遍，可能不如舞台上真刀真枪打1遍。是的，对吧？真的是这样子。在老师眼里看，可能我没有天分，但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的。我相信我自己，对。好，加油！我想继续写歌，这是我想说的，对。谢谢，我没事啦，没事。马上了解一下谢谢这首歌曲获得了多少现场的共鸣值。189共鸣值，谢谢，谢谢，位列第6位。在此谢谢欧阳弟弟，谢谢晴天哥哥们，谢谢涛哥哥，谢谢涛哥，谢谢各位，谢谢涛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白小白、尚雯婕，带来新歌《冥冥之》。我看过你之前的舞台啊，看我之前的舞台。看完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来，我要选你。啊，要选我？对啊，就不管什么歌都得选我。都可以啊，都可以。因为我觉得你有趣啊。嗯。对于我看你，我就想笑。就不是因为我帅什么的吗？不是吗？我不知道怎么定义帅，但我觉得一个人有亲和力，看到你有点快乐，就跟帅一点关系没有。不是，可爱也是另外一种帅嘛。可爱也是另外一种对，帅。反正我看到你就乐呵，这是个好事吧？哦，我是个笑话。看着我就乐，我长得像个笑话。挺好，挺好的，挺好。那其实咱们还是研究这首歌曲。明知道没结果，我还要飞蛾扑火。我觉得我们把这首歌选出来啊，它还是有它很多的亮点。尚老师，你相信我，就这句肯定会让听众记住。你觉得哪一句最感人？明明知道没结果，还要飞蛾扑火，就这句，谁都能记得住。但我其实听不太懂这样的歌。我这些词儿我一点看不懂，我只是觉得它很顺口。就对我来说，它太具体了。它太具象了，我比较看得懂抽象的东西。他其实表达一个，我明明知道爱这个人，他不会喜欢我，他也不会跟我走很久很久，但是我依然还会爱他。我伤得遍体鳞伤，我就是飞蛾扑火，为什么我还一直爱他？就表达的就是这个感觉感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差不多，是吧？对，差不多。这就不可能，但我就往上冲。对，对方根本不爱你，然后你还一直在那儿，就是贴着他去。哇，那真的好苦啊！对啊，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触，真的。有了尚老师的加入的话，会让这首歌更加的升华。差不多吧，我觉得是咱们加油，加油，有时候距离像一条无形的线，有个人隔着海，却在心里搁浅。有些事很遗憾，不知怎么办才能复原。说好了要一起莫大不为的线，说重了恨一次，谁都不许食言。说穿了还是我高估了自以为的永远。这天气太差，甚至会连累到我心里也掉雨点。这故事太短，不容我把往事翻篇。明明知道没结果，我还要飞蛾扑火。爱情当初有多美好，现在就有多难过。明明知道没结果，我始终为你执着，只是希望多年以后，你还会记得我曾经来过。
说好了要一起毛大不为的线，说中了恨一次谁都不许食言，说穿了还是我高估了自以为的永远。这天气太差，甚至会连累到我心里也掉一点。这故事太短，不容我把往事翻篇。明明知道没结果，我还要飞蛾扑火。爱情当初有多美好，现在就有多难过。明明知道没结果，我始终为你执着。只是希望多年以后，你还会记得我曾经来过。明明知道没结果，我还要飞蛾扑火。爱情当初有多美好，现在就有多难过。明明知道没结果，我始终为你执着。只是希望多年以后，你还会记得我曾经来过。你刚才还挺深情，咋1秒破功呢？各位，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选择结束。接下来先请2位说说这次合作的感受。哎，尚老师您先说。我还想你先说呢。你说嘛。你说话有趣。我觉得我们俩合作特别愉快，就是也没有太多的惊喜和意外，就是一切如约而至，挺好的。哪有对我好多惊喜啊？惊喜吗？没有啊。你每一句话都很惊喜啊，我永远想不出来你下一句会说什么。那确实，我选小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看了他之前的一些节目上的表现，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我天！因为我这个人聊天容易把天聊死，聊得太死了。对，所以我觉得跟他搭呢，万一快要死了，才能把他救起来。我天哪，就跟歌一点关系没有。那也不是嘛，对吧？我是从一个对人的欣赏的角度来说的。对，对人的欣赏一定包含你的音乐嘛，对不对？是的，是的，那当然了。我听得出来，小白他的这个唱功很好。我以为会听到刚才在台下唱别人的歌的很细的声音，但没想到我听到他发力的时候，他非常好听，也非常完美。但是我相信肯定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说过，就会很像 JJ 的声音。好像还真有点高音的那个泛音的那个位置是有一点像的。对，高音区共鸣腔跟他的停收点，但是一到主歌就完全不像。他的嗓子是非常受控的，我觉得他未来肯定会比现在更好，我必须这样讲。好，谢谢老肖大哥。行业团各位老师对这首歌的感觉怎么样？两位这个歌非常的好听，2位都太能唱了。哇，怎么没有英文呢？我还在等一句英文词儿呢。Awesome, fabulous, marvelous。我乐死了，对。Fantastic！ 哇哦！哇！我觉得这首歌还甚至是非常有，国际版、英文版的基础。这首歌要是填成英文词儿，应该非常好听。我觉得应该是这样。You asked me where to go, I said you cannot mistletoe. You can't wear a right now. 我真不会呀，这。
但是不过挺好听的。好听的，好听的，就随便哼2句，我都觉得他用英文唱也会很好听。可以的他旋律非常棒。啊，他现在说啥我都服，因为刚才演出我看着。不要放弃国际市场，那个版税也是很丰厚的。哦，你去吧，我就不去了。OK， 不要一起去啊。OK， 谢谢影子老师，谢谢。哦，元哥。不要，其实我们还是讨论一个这个我们从你来的第一个舞台到现在的一个问题。好，因为我总觉得我们对像你这种经常做直播的歌手是有一种相对刻板的印象，这种刻板的印象也来源于以前看你直播唱歌的时候一些切片。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你在综艺舞台上完全改变了你平时唱歌的习惯。就是我们在这种音乐里面，其实看到了你的更多的可能性，还有就是你对细节的把握，我觉得是比第一次听你的歌要强得多得多的。所以我是觉得，主要是我很高兴我能看到你这种进步，真心的，很好。元哥夸我了，夸我了。我加一个细节啊，就是大家看他吊儿郎当的是吧？然后怼天怼地的，但其实刚才坐在那儿的时候，他偷摸在那儿还在背歌词。往往你们看上去表面非常不正经的一个人，他私底下会比很多人都要用功。白小白就是这么一个人。了解一下这首歌现场获得的共鸣值是多少？243共鸣值，位列第4位。再次谢谢小白，谢谢尚雯婕，谢谢二位。下一个合作舞台，让我们欢迎卓海豚、谭维维带来《叛归》。其实那个应该是节目第2次录制吧，我就听到了你们的《叛归》。我特别感动的是你们唱了你们的地方语言童谣。港口的灯火闪闪是，亲像也无目睭紧紧看。特别能共情的首歌，所以我这次主动自荐，希望跟你们合作你们的这首作品。那是我们的荣幸。哎呀，多好啊！因为这首歌前半段讲的其实就像是我们和我们家人聊视频的那种很日常、很真实的那种对话的句子，所以维维姐加入就让这一段更加的活，更加有生命力的感觉。多跟自己亲近的人，或者说最思念你的人，你最思念的人，多多见面吧。这样的一首歌，哎呀，真的是一种慰藉，很直接的描述每一个细微的那种情感，这种小小的情感就是最温暖人的。好歌正开场，好油护健康，金龙鱼1:1:1，全球销量第1，营养均衡就吃1:1:1，精彩马上登场。多久能接到电话？期待的关心依然，你有没好好吃饭？你穿的是否温暖？我知道你很努力呀，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好想永远留在你身旁，做你的港湾。人生来呀匆，何去也匆，希望能多看你几秒钟。幸福到底是什么？是牵着你就足够。人生来呀匆，何去也匆，希望能多陪你几秒钟。家永远为你留盏灯，也永远等你退
亲像也无目睭紧紧看，人生海海，茫茫渺渺，故乡的土，永远的花。伫电话来伊讲无要紧，我细汉上爱的强酸甜，一罐罐举去海的迄边，才知影享受是一款滋味。 你回来啦！人生来呀匆，何去也匆，希望能多看你几秒钟。幸福到底是什么？是牵着你就足够。人生来呀匆。 去也匆，希望能多陪你几秒钟，家永远为你留盏灯，也永远等你推开那扇门。谢谢3位的演唱。如果你喜欢这首歌，记得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选择结束。我们现在舞台上还有一个道具，是一艘船。哎，我们来到这个道具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创作吧。 起名叫盼归号，顾名思义就是赶紧回来。然后这个我会照顾好自己，是我跟母亲说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主歌里面有描述一段母亲对我们说的话，她说：“我知道你很努力了，你要照顾好自己。”我回她一句，我说：“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也要照顾好自己。”这是我想对她说的。对，我想让家里人放心。然后记得回家，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离开家了都是大人，但是回到家了，我们都是小孩。所以不管你在外面的成绩如何，工作如何，你只要完完整整、开开心心的回到家就好了。所以记得回家。谢谢哲海豚的分享啊。 我们来聊一聊这首歌哈。3位其实身上的摇滚标签都很重，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却是一首叙事感非常强烈的歌曲。说说这个选择的原因吧。这首歌叫《盼归》，然后其实它是来自于我们家门前的一盏灯。对。哦，怎么讲这一盏灯？就是但凡有人回到我们家院子里，那盏灯就会亮。有一次我就买了一张从北京回家的机票，我瞒着家里所有人。 到家的时候应该已经傍晚了，我就把门打开，我轻轻喊了一声说：“妈，我回来了。”她没认出我的声音，她以为是我哥哥。她当时她在洗碗，头都没有抬。她说：“啊，今天下班还挺早啊，可以准备吃饭了。”然后我就看着她的背影，跟她说：“妈，是我啦。”她当下，哐，差点那个盘子就碎了。 手上的泡都还没来得及洗，就转过身来看着我，跟我说：“儿子，你怎么回来啦？”当下我和他就这样大笑着看着彼此，突然间就哭了。但这个眼泪不是那种难过的眼泪，那一刻的幸福，我是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所以。 选择《盼归》这首歌，也想要献给所有和我们一样离开家乡，
去工作、去打拼的所有人，当你们很累的时候，你们不要忘记，有一盏灯在等着你们。这是这首歌的创作的背景故事哈，维维也很被这样的情绪和情感所打动。其实我一直在克制，就从刚刚要唱这个歌的时候就在克制啊。最简单、最温暖的故事是最打动人的，对。所以说，刚刚他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泪水特别的温暖。每个人最爱的、最期盼的就是回到家，回到家人，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对。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依然沉浸在过年以及陪伴在家人身边这样的温暖的氛围当中。可能你看完了这期节目，可能再陪家人1、2天，我们又会收拾起行囊，去到那个你一直在奋斗的城市，每天迎着朝阳，每天伴着晚霞。但是请你一定要珍惜这一刻时光，去珍惜你推开家门的那一缕光。卓海豚，这上面的歌词第一句就是多久能接到电话，期待的关心依然，你又没好好吃饭，你穿的是否温暖，就是一下就击中一位母亲的心，然后我听得很感动，谢谢。谢谢贤泽老师。其实对于听得懂这个闽南语的我们来说，其实这个歌特别感到亲切，因为其实有一些作品，只要那个你熟悉的母语一唱出来的时候，就像那个几代一样哦，它会真的把你拉回到你最熟悉的场景、最熟悉的土地、最熟悉的人群跟环境里头。那样子产生的共鸣呢，我觉得那个是打自心底出来的。怎么这么会写啊？微微唱这个歌，我觉得真的是另外一种给人的感动。这一首歌的舞台我非常的喜欢，恭喜你们！谢谢哲哥。行业团的各位老师，对于这个舞台你们怎么看？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就是我在看卓海豚的所有的创作的过程中，如果你们记得第一次我在评论你们创作的时候，我说你们的生活苍白。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末日我拉着你的手就走》和这首歌它所承担的感情和重量。一种可能是你幻想或者臆想出来的，一种是那个灯啪一下闪亮的时候，那个灵感照进心里，然后涌出来写的东西。这就是你的情感到了浓处的一种发泄。海豚其实在有歌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挺压抑的，一直在跟很多东西去做斗争，比如说跟行业团的评价，跟歌曲的数据，特别希望自己能够从这个舞台上上一个台阶的那种焦虑。这个第8期的这个结果啊，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并且欣慰的。我们都投票了，谢谢你们这个作品。接下来了解一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现场的共鸣值。这首歌获得的共鸣值是254共鸣值。谢谢，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来的。谢谢，谢谢。在目前已经演唱完的合作舞台当中，暂时排在第2位。在得到这个结果之后，我的私心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是写回家的歌，就是我们在北京待了也快10年了，在这里其实感受到了很多的温度，很多双在我们困境中把我们拉起来的手。所以其实北京已经也成为我们的第2个家。所以我也特别想借由这次机会，能够告诉和我一样来自中国台湾的
年轻人们有机会真的可以过来看看，这里真的很好。而且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来自中国台湾的山上田园里，我更不会忘记我是黄皮肤黑头发的林哲宇。有歌第2季，卓海豚和维维带来的这首歌叫《盼归》。我还记得在有歌第1季的时候，太一和陈粒演唱了一首歌叫《燕归》，其中也有闽南语的部分。它表达的情绪和内涵，和卓海豚刚刚说出的这番话是一样的。我觉得无论是盼归，或者是燕归，我觉得当归。再次把掌声送给卓海豚，送给谭维维。下一个合作舞台，让我们有请欢子。助阵嘉宾陆卓、何浩南、王一恒带来新歌《再等等》。我现在觉得舞台连轴转以后，我的皮肤有点透不过气了。那就试试雅纳薇图天赐追光膜，高浓度的奢护虫草精华，15分钟急救充电，脸又亮又紧，一下找回状态。还真是追光膜，是让自己由内而外的有光。敷完脸上是那种睡饱了美容觉的那种透亮感。雅纳薇图天赐追光膜，肌肤绽放，自成光芒。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感觉就是伤心，因为非常喜欢苦情歌。他那前奏一起的时候，他就哭了，哇哇大哭。时间的秒钟卡在裂缝，承诺像风筝断线后就失踪。这个歌词就是每一句话都在讲着这个等待的这个心酸的过程，包括这里的折痕啊，街灯中的哈欠啊，包括期待被风干过期的糖霜，霓虹变星辰，其实都是一直在等待着那种心酸的那个心理状态。对，你们哪一个就是低音比较好？低音啊，弟弟他舒适区他因为他是唱 R&B 为主了，他很有那种自己的一个小腔调在里面。然后我是低音跟高音比中音好一点。你呢？他是全能。我觉得前面太低了，我也有点吃力。要不前面就弟弟们来搞一下。对啊，你们来负责。然后到第一个副歌，我觉得歌是不是您来直接拔起来要好一点？歌的声音很高了。我唱高音还可以，没有特别好，特别好。歌是谦虚啊。走位要带我啊。没问题。我都跟不上你们节奏，咋整？不会的，没有试下走位。几个人合作，肯定就是说一定要互相搭配，一定要搭配，那才出效果。搞起来！我们也好好练一下歌，多学习啊！我跟他们沟通起来，我发现完全没有这个沟通不了的情况。他们性格非常好，笑容满面，充满活力。他们3个人的声音加进来之后，我觉得整个歌很饱满。期待我们这个合作的舞台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欢子眼前一亮。时间的秒钟卡在裂缝，承诺像风筝断线后就失踪。一次次说服自己再坚持一场，借口是完整像未完成的诗篇。我数着日历的折痕，等一个可能。短信停在输入框，想选一句开场。你主演的拖延症能拿奥斯卡奖。业界人都在哈气，影子越来越长。我的期待被风干，像过期的糖霜。你总是要我再等等，还有多少年可以等？等到霓虹变星辰，你却说还没发生。你总是要我再等等，
都困在了心门。难道要岁月转身，才明白有些等待注定落空？单线停在输入光线，先一句开场。你主演的多眼间的那奥斯卡奖，连接弹都打哈欠，影子越来越强。我的期待被风干，像过期的糖霜。你总是要我再等等，还有多少年可以等？等到霓虹变星辰，你却说还没发生。你总是要我再等等，青春都困住了心恩。难道要岁月转身，才明白有些等待注定落空？我不想再等，不想再忍，不想把余生锁在别人的标准。如果相伴需要以自我牺牲为真，那我宁愿独自却完整。你总是要我再等等，还有多少年可以等？等到霓虹变星辰，你却说还没发生。你总是要我再等等，青春困住了心门。难道要岁月转身，才明白有些等待注定落空？后来我再不等，把等待演成标本，而你说这次真的想起迟来的悲吻。谢谢4位带来的合作舞台。如果你喜欢这首歌，请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我的手在颤抖，我的人。选择时间到了，我们来聊一聊这首歌啊。欢子这次是和3个年轻人合作，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最大年龄差20岁。哦，非常开心啊！今天就是这个舞台跟3个晴天合作这个歌，沟通起来完全没有压力，没压力，没压力，一点压力没有，对，真的很畅通无阻。我们在聊这首歌的时候，对。哎，你之前在我们上一轮小考的时候，就是我们音乐人组队的时候，其实也属于有不少的年轻人在你队伍当中嘛，对吧？有，对。那么这首歌的沟通顺畅程度和上一次小考的沟通顺畅程度比起来的话，因为环境不一样。上次我们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去做一首歌，所以大家都很着急。很着急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嘛。我觉得在音乐创作当中是正常。我想先听听 Top Berry 对于这个舞台的感受。4个帅小伙儿啊，我今天彻底把欢子纳入帅小伙范畴内。确实很棒的一首歌，很棒的一个舞台。年轻的音乐人开口就是很活力的味道，然后像欢子哥这样的 OG 开口又是一种就是别样的风味。我觉得2种感觉就是在一首歌里面也不会显得很违和，并且就是看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眼睛也是非常的舒服啊，光顾着看你们的脸了有点。没有和你一较高下的脸。你如果和我一较高下的话，那我只能说我确实有点惜败了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行业团各位老师对于这个舞台怎么看。我想问问欢哥啊，你是不是被梁尔老师影响了？多少有一点吧。我觉得跟你以往的一些风格可能有所区别哈。今天的这个作品真的太棒了。就是它的歌词哈，不同年龄段可能对这首歌有不同的理解。从推广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比较好找它的支点。
然后我认为这首歌是有很高的火的潜质。谢谢。哎呦哎呦，梁老师，你拿麦克风了，好紧张。这年根底排练可得做好防护啊！要是嗓子倒了，回家团圆饭都得比哑语。咱节目冠名东阳光药老提醒着呢，健康才是年味儿的底气。好比唱歌，词儿暖，调顺，听的人得劲儿，这歌就算没白写。东阳光药卯足了劲儿的研究如何守护大家的健康，就为了让我们过年聚会时能够笑得敞亮。你这防护意识挺强啊！哎呦哎呦，梁老师，你拿麦克风了，好紧张。我想听听你真的唱完这个舞台以后，你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什么？首先，它跟你以前的舞台不一样。开心，开心。除了开心呢？除了开心还是开心。投票了。哇！谢谢投票，梁老师投票了。别，不至于。我们来说说这个歌吧。我觉得欢子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做出突破是很重要的一步。今天这个舞台是我在有歌这个舞台第一次看你向前看。我会觉得，一个人打破自己的舒适区这件事情，是每一个歌手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处境，因为时代会变，舒适区赶上你的时代，你就很红；舒适区错过了你的时代，你可能就变得不红，没人知道，所以必须改变。我们的改变可能未必能一次性到位。但是改变和不改变，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这个作品能看出有一些仓促和不成熟，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变。因为其实欢子对于你来说，我们在这个行业里，我们俩交流的时候都是在这个行业里20多年的从业者，对吧？你说我们未来的路，真正给我们的时间真的都不多。所以这个改变马上做，然后马上往前走，我觉得真的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今天是梁老师好像第一次夸我，因为之前就是跟他经常针锋相对。他经常我说你欢子，你以前很红，但你来这里你又翻红，对不对？你就得做出进步。其实他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荡漾。他本意是好的，所以我今天这个舞台做出改变。谢谢梁老师。我们来看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的共鸣值。好紧张的音乐，好紧张，本来我就紧张的不行了，手抖了。抖了吗？握着我的手来，我告诉你们，这首歌的共鸣值是256共鸣值。在目前已经演唱完的合作舞台当中，暂时排在第2位。谢谢。每期节目播出当天，我们都会在微博发起“有歌2好听爱听多听榜”投票活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上微博搜索“有歌”，进入活动页面，助力你最喜爱的舞台，获得微博独家展示位。我是高瑞，Tell Berry， 梁老师，我是鱼刺，来握个手。望不穿它你眼的月光，有那么好笑吗？我觉得完全达不到水准的歌手的水平。刚才那一番话，我是真的不认。有哥不太了解年轻人的恋爱。针对你了，邵浩帆。
你现在还觉得我没有攻击性吗？你们平常这么狠吗？你现在基本上已经能够做到让这个舞台能修了。我真的有点听不明白了。不要听他们那个行业团的说又火不了这那。你改变不了我。这首歌其实不光观众听过，我跟你说，很多现场的音乐人都听过你这首歌，包括他们甚至都会唱你这首歌。真的吗？我随便点一个。真的。小白会不会唱？哇，妹妹。Hello， 哥哥。不要哭啦，憋回去。哦，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淘气。亲爱的，再靠近，接住我所有情绪。亲爱的，在乎你，藏着一些怪脾气。哦，亲爱的，没关系，好想在一起。哇哦！导演组，我现在换搭子还来不来得及啊？啊，我想生气换一个，感觉还要再哭一场了，太辣眼睛。哇，原来你是这样的白小白啊！这都不是亲爱的，这是欠揍的。就是你们终于发现他欠揍了，好吧？这是小白一种快乐的呈现方式，他就是想让你再轻松一点，想让我开心一点。对对，开心一点啊！开心了，开心了。小阿七会不会唱这首歌？好，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淘气。亲爱的，再靠近，接住我所有情绪。亲爱的，在乎你，藏着一些怪脾气。亲爱的，没关系，好想在一起。我得跟小白哥一个反唱。高瑞会唱这首歌吗？啦啦啦啦，哦，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淘气。哦，亲爱的，再靠近，接住我所有情绪。哦，亲爱的，在乎你，藏着一些怪脾气。哦，亲爱的，没关系，细水长流也可以。哇哦，谢谢，好听，好听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18岁，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Dear D，对吧？啊，我们来听听大家对于你们这次合作舞台还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先来问问那个想换合作搭档的文杰啊，文杰喜欢这个舞台吗？这个舞台我自己觉得，因为刚才在听的时候，边上星爷还在问我，他说你能想象你来唱吗？我跟他说，我说我也不是不能唱，但是就是我绝对唱不出这个感觉，就是那种甜甜的幸福的，真不行。嗓子太粗了，哎，你哼两句，我们听听看到底什么感觉，好不好？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淘气。亲爱的，再靠近，接住我所有情绪。亲爱的，在乎你，藏着一些怪脾气。亲爱的，没关系，好想在一起。哇哦！一个18岁的女公司老板，不，肯定是不太一样。但是我挺喜欢他们俩人，因为他们俩人的音色啊很搭，他们的频率听上去很舒服，像2把小提琴，啊，抒情小提琴啊，然后再合奏，就听完了心旷神怡的感觉。这不像他唱完了就听完了想心堵得慌。弦子喜欢这首歌吗？喜欢，好甜。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脾气。亲爱的，再靠近，
接住我所有情绪。哦，亲爱的，在乎你，藏着一些怪脾气。亲爱的，没关系，好想好想在一起。都唱得很好听哈，大家都已经被你带到这个氛围当中去了。哲哥喜欢这首歌吗？我很喜欢这个舞台，尤其是什么东西啊？不行，我唱起来一定比白小白更欠，不行。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你那个是转音还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我再试一次啊。所以您唱《我爱你》开始。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这么走，蛮好的啊。对。谁想唱哲哥的歌的，尽情的举手，我看看。这么多，我们一个一个来。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这个的身旁。这个更贪心一点啊！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谢谢。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慌，不管心多慌，唱错了。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你，我也想到你的身旁，
带到你的身旁。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坚固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我是超级爱哲哥的，我敢说，现场所有人除了铁粉以外，我应该是最爱的。哲哥很多的歌我都会唱，《直觉》、《习惯寂寞》，我最爱的女人。过火。过火这太初级了。别怕我太伤心，太初级了。别让情两难。背叛 ，My Memory， 爱你的宿命，白月光，直觉，多心，很多歌我都会唱。阿哲老师是我会最多作品的华语歌手。哇！从小真的影响我非常大的音乐人，大家可能觉得我是唱摇滚的。就是因为我从小做不到哲哥的嗓音，所以我对哲哥是特别特别崇拜。然后我特别羡慕 Barry， 真的特别羡慕。高瑞就是真的是每次看到你都不一样，太牛了！真的是你还会跳舞，我之前不知道啊。我今天第一次真的是唱。真的每次看到你的舞台都会眼前一亮，你真的是太牛了。谢谢。还有我们郑楠老师哈，这个说唱简直了，真的我们4个一直在摇。对，好厉害。问问心妍对这个舞台你喜欢吗？我超喜欢，我发现你进步真的很快，因为我之前在网络上有刷过你的片段，你是会比较拘谨一点的。现在看到你在舞台上，我看到你是完全在享受这个舞台，在驾驭这个舞台。然后呢，郑楠老师也非常的帅气，我觉得今天坐在这里，我就是一饱耳福。谢谢。我太惊喜了，我太喜欢了。就是从一开始高瑞出来，然后就是他的声音让我感觉非常的有野性，然后也非常的 sexy。未来可以进军一下唱跳那个 diva。是我吗？对，是你可以往那边发展一下。我觉得跳得非常好，我整个人舞起来。然后郑楠一开始说 rap， 我感觉就炸场炸起来了。我很想下去跟他们一起在舞池上面摇摆一下。谢谢。你看，在弦子的眼中，你们演唱的时候，下面的不叫观众席，叫舞池呀，舞池。南哥走出来之后，那个气场就是整个就是杀过来了，就被你杀到，哥哥。2位都配合的非常完美，然后听感都很摇，我已经摇翻了刚刚。对。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它是一首非常不同的这个作品。我觉得这个探索音乐的新的这个风格，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而且是非常有勇气的。然后红不红的 ，Who knows？ 谁知道啊？我想了一辈子了，还没得到呢。他不去想，只想创作吧，说说小白的这首新歌哈，对，这个传递的是一种怎样的情感？你跟所有的听众们再来说一下。
就大家都听到那歌词了吗？明明知道没结果，还要飞蛾扑火。其实现实当中很多爱情就是这样的，他不爱你，明知道飞蛾扑火会受很多伤，你还需要追求他，就是，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这是象征着爱情吧。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不管怎么样，我都追求你，哪怕遍体鳞伤。对。生活当中很多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经常会把自己设定为我到底应该理性一点，还是应该感性一点？你们是偏理性偏感性？我是感性一点的，我一点也不理性。我偏理性吧，所以我们俩就很搭呀。是咱俩在一块儿正好都有了，能够搭得起来啊。而且刚刚我觉得文杰跟你合音的那几句啊，一听我在台下汗毛一竖，就是第一句明明知道没结果的那个，特别是结果那两个字，他，哎呦，合的我真的是。我觉得还得是尚雯婕，还得是尚老师啊，没有，还得是尚老师。